是無限的彩色拼圖，也想剪開的我總格格不入。躲進樹蔭的剩下什麼？在等我回答。微風吹過臉頰，意想不到的變量，怎麼推導出最絢爛的一剎那？奔跑在我探索的領域，未知的事如此的讓人着迷。年少的我踮起腳尖，萬物透明，時間太輕易。奔跑在我探索的領域，未知的事如此的讓人着迷。年少的我天真以為萬物透明，時間太輕易。我推導答案在瞬間清晰，幾世紀還在倒數着3、2、1，最後大氣觸手可及途徑的奇蹟，穿越極危險的距離。早啊，天使的眼淚。早啊，镰刀哥。还韩庚呢？要我说，你就应该粉我的。哥平时打球多帥啊！别提了，提了我就来气。我媽现在都不让我上网了。我这2天可好了，我爸特開心，就因為我要參加數學競賽。競賽？你跟誰啊？林之夏、沈富軒。林之夏，那我寧願一輩子都不上網。你個班級吊車尾，你要是想參賽，也得有對要你才行啊。滾！滾就滾，小心別遲到哦。哎，等等我！離競賽還有10天，我根據我們每個人的情況做了一份計劃表，你們看看。OK。要是在競賽之前完成這份計劃，就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。你們看看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嗎？林之夏，這是10天的量。我沒問題。OK。那收拾一下，咱們圖書館見。好。我上個廁所。一會兒找你。我有問題呀。早知道這麼累，我就不來了。賺錢，借我看一下你們的計劃。不能給你看，你不是我們競爭對手嗎？這可是新聞節目。好了，今天中午就到這兒吧，放學之後繼續。好，還繼續啊？咱今兒這強度是不是有點太大了？你不都看計劃表了嗎？怎麼還那麼多廢話？其實你基礎不差的，只要慢慢習慣競賽題思維，不光對這次競賽有用，對你未來的學習也很有用。不知道。
段前，竞赛练习的怎么样了？这简直不是人的生活。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轻松点。展開說說。我看了林之夏做的計劃，他強調的還是你們每個人的全面能力，想把你們都變成他。而我們主打各司其職，配合作戰。你不需要準備那麼多超綱的東西，只需要針對這次比賽準備就行。所以，來我們隊嗎？為什麼這兩張表上都有段啟言的名字？老師，問問段啟言本人的意見不就好了？對不起啊，林之夏，我覺得金百惠他們隊更適合我。我本來今天就想跟你們說這個事兒，但是我沒想到這報名表這麼快就到老師手裡。你不都答應林之夏了嗎？你不知道，林之夏他們隊的強度太大了，我怕我完成不了。之前不都說好了，你怎麼這麼不講義氣？哎，這跟義氣沒關係。報名之前，選手有選擇團隊的自由，這沒錯啊。好了，現在事情說清楚了，離報名截止還有2天了，抓緊時間找新隊友吧。段启言這個叛徒，太不靠譜了。報名截止還剩2天，上哪兒去找人呢？沒關係，一定會找到的。段啟言，你這樣也太沒有團隊精神了吧？是我邀請他來的。江玉白，你是不是認為我在針對林之夏？你錯了，我是在幫你，幫我們這個隊。你一心只想打敗林之夏，但是比賽是團隊戰，不是你的個人秀。但這是林之夏好不容易找到的隊伍。段啟言是個人，不是個物件。他如果真的願意待在他們隊，我能把他撬過來嗎？更何況，我們隊之前也沒有湊齊人。段啟言本來就合適。數學建模競賽題常常涉及現實場景，段啟言擅長物理，能快速識別競賽題的物理內核，避免團隊在純數學層面繞彎路。比賽不就是為了贏嗎？到底是誰沒有團隊精神？抱歉啊，是我把個人情緒帶進比賽了。可原本我是想，如果我們要找隊友的話，應該比林之夏容易很多。確實，你像我這麼好說話的人都來你這兒了，我估計肯定沒人敢上他那邊。你就不能少說兩句嗎？走吧。同學們，注意一下，這一周學校會給報名希望之星的同學們統一集訓，提高初試的通過率。到時候初試還會有其他學校的參賽隊伍，同學們不能掉以輕心，競爭很激烈，淘汰率也很高。集訓期間，
老師講課快，布置的作業多，你們的學業負擔非常重。每天中午階梯教室不關門，大家可以來這裡休息，咱們克服一下，爭取拿個好成績。大家有沒有信心？有。好。哎，先別想隊友的事了，要不要做道數學題換換腦子？什麼數學題？有一天，三角形、圓形、正方形相約去逛街，正方形和圓形都到了。這種情況叫什麼？這是數學題。嗯。我還真不知道，這種情況叫什麼？這種情況叫全等三角形。不好笑吗？好笑，你真幽默。我知道你是在寬慰我，要是段启言沒走就好了。馬上就要出賽了，有參賽計劃的人都已經有隊伍了，現在的確不好找人。先吃飯吧。不是我幹的，不是你幹的，誰幹的？门自己開的呀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回來就這樣。不是，你幹了，你別不承認啊。我說的是事實，不是我幹的。那人家怎麼看到你在這裡啊？誰呀？他呀。他說什麼你信什麼？你是他馬仔啊！你什麼意思啊？啊？我什麼意思？我闡述事實怎麼了？有問題嗎？人家也闡述事實啊，你就在這裡啊。我說的還不夠明白嗎？聽說王老師把咱們出示的試卷還有答案鎖講台櫃子裡，今天中午有人把鎖給撬了。不是有人，就是段啟言。對，就他幹的。他呢，在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自己來這裡把鎖撬開的。你說你不是為了偷答案是吧？那中午12點半，大家都去吃飯了，你怎麼自己來這裡啊？你有這麼忙嗎？我是帶了 U 盤，為了把老師的 PPT 拷貝回家。那電腦在抽屜裡還連着線呢，我不在講台這兒弄，在哪兒弄？誰能證明？對呀，你們誰能證明他？這個是你們花了大力氣找來的隊友，還不拿出點團伙來救救他？可是段啟言的成績比大部分人都好，他偷看答案幹什麼？對啊，聽到沒聽到？我偷看答案幹什麼呀？你天天在外邊打球啊，現在什麼學習狀態你不更清楚啊？你不偷看答案，你成績能這麼好？段啟言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 U 盤嗎？啊。你拷貝文件的時候，這個門是好的嗎？是，這我記得很清楚，因為我是12點半左右在這拷貝東西，2分鐘我就完事兒了。哎，細節越多，嫌疑就越大。你不會是自己故意記的時間吧？礦哥，你什麼意思啊？你什麼意思啊？故意找茬是吧？这不鬧事兒嗎？這個門是什麼時候發現壞的？又是誰發現的？我發現的。我剛吃完中午飯，大概12點50，然後我進來的時候門就開了。哎，我拷貝完文件，我就去食堂打包了個雞肉漢堡，準備帶回教室吃。你和我們倆前後腳回的教室，怎麼可能是我幹的？我一直在教室裡睡覺，中間也沒有人進來，只有你。你一直在教室睡覺？對啊。這樣的話，那證人就很有限了。你的證詞十分重要，一定要謹慎發言。
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这事我要做了，我肯定承认，但我确实没做。你俩少在这给我造谣。说谁造谣？说谁造谣呢？说你俩我们俩怎么造谣了？刚没完，我人家。你干嘛呢？造反呢？柜子谁开的？老师啊，他开的。你有病啊！同学，你东西掉了。哦，不是我的。这锁要真是我撬的，我就把卷子拿出来，我砸你头上，让你考一次年级第一。砸！砸！还敢说？汪老师，段钱是无辜的。我看过他 U 盘里文件夹移动的时间了，就是12点37分，没错。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他可以一边考东西一边偷看答案啊！再说了，邝耿都已经看见了呀。我们来假设一下吧，如果大家是段启言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先偷看题，还是先拷贝文件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趁着没人，先看完答案。这样的话，我还能用拷贝文件来掩盖。段启言的 U 盘里现在是有文件的，如果他真的是作案人，就說明他已經從容地完成了偷看題目還有拷貝文件這一掩蓋動作。但現在的作案現場看起來十分混亂，這說明作案人是慌慌張張逃走的，段啟言不是作案人。不可能，你那一段分析只不過是假設罷了。鄺耿同學，我記得你說過中午午休的時候，只有段啟言一個人回來過，對嗎？對。那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，作案人不是段啟言的話，就是你鄺耿了。血口噴人！我當時正睡覺呢，可能中間有別人進來。今天中午的時候，我看到了回形針從你的褲兜裡掉出來，我撿上來給你，但你卻不承認。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是你的東西，你卻不承認呢？我們再做一個假設，鄺耿同學在今天中午之前就密謀着用回形針撬開門鎖偷看答案。你終於等到中午午休，同學們都離開了教室，你等到了作案的機會。但偏偏這個時候，段啟言回來了。所以鄺耿同學只能裝睡，等到段啟言離開之後，你再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回形針，撬開鎖，開始偷看答案。中途，你聽到同學們朝教室走來的聲音，你才慌慌張張地放回試卷答案。不過最後結果怎麼樣，聽天由命吧。都沒來得及清理現場，就倉促地逃走了。又是假設，你怎麼這麼能編呀？我警告你啊，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，你也謹慎發言。左心劃橫呈左深右淺的斜向紋路，說明作案者是個左撇子。而這個教室裡，只有鄺耿同學是左撇子。你是怎麼知道的？大家可以看看書桌上書本、水杯擺放的位置，大家都擺在右邊，只有鄺耿一個人擺在了左邊。而又因為我們需要經常寫字，所以大家會把手錶戴在不經常用的手腕上。大家可以看看鄺耿同學的手錶，它是戴在右手邊的。我剛才看了一下，左心有一點點藍色的痕跡，應該是回形針的鍍層剝落。時間這麼緊張，你應該也沒有空處理回形針吧？所以我猜那枚撬鎖的回形針還在你的褲兜裡。王老師，你看，之夏，你今天沉着冷靜，邏輯縝密，把真正作弊的人找出來，值得表揚。但老師還是要說你今天有點魯莽了。
啊？为什么？现在大家都在青春期，自尊面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刚才当众揭穿他，等于是树敌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但当时他们在诬陷段启言，情况危急，我没顾上这么多。理解。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把你的逻辑告訴老師，讓老師當面解決。我是擔心他要報復你怎麼辦呢？你一個女生，到時候誰來保護你？我。还有我，从今天開始，我段啟言誓死守護林之夏。你们3個這麼送我回家，會不會太誇張了？哎，不誇張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夏姐，您不僅幫我找到了球星卡，還守住了我的清白，這對我來講那是再造之恩啊！這樣，夏姐，以後您要是有什麼需要幫助的，第一時間告訴我。段前，你態度真是180度大轉彎。你還好意思說，要不是因為你，他能有那麼多麻煩嗎？哎，夏姐，我知道你們隊現在還缺一隊人，但是我競賽報名表已經交了，我要是想再回到你隊伍，估計也不太現實。但如果真再找不到隊友的話，就可能沒辦法參賽。哎，我有個人選。誰啊？媽，你別看段啟言報名了，你就逼我參加，人家那成績比我好一大截呢。我這數學成績參加競賽，這麼搞笑嗎？哎，我發現哈，你絕對是咱家的一言九鼎。我說你一句，你絕對得頂我9句。哎，我是你親媽，我這不是為了你嗎？那憑什麼呀？別人家的孩子都報名了，就我家的孩子不能報？什麼別人家孩子？不就林之夏報名了嗎？人家全校第一，他不參加誰參加？其他班同學就沒幾個報名的。你為什麼非跟其他班那些比呢？咱就跟林之夏比了，行不行？那，你非要跟林之夏比，我人緣還比他好的，你怎麼不拿我優點跟他比？高考考人緣啊？你朋友多能上清北是吧？哎，唐婷婷，我現在發現了啊，我發現你不是學習的問題啊，你是思想的問題啊，我發現你是態度的問題啊。那這樣不報也行，把你那些專輯那都放這兒。媽，我都跟你說了我不適合，你非逼我參加是吧？行了，那我明天去學校報名，如果初賽就被篩的話，你別嫌丟人。我丟人，丟我的人吶，真是。哎，幹嘛去啊？擔心。婷婷，哎，你們怎麼都在這兒？我正準備找你來着。找我？幹嘛？我想邀請你跟我一起參加競賽。說來也巧，我正準備明天找2個人一起去報名呢。但是我不會跟你組隊。為什麼？我就是為了應付我媽，初賽來個1輪就得了，我怎麼能拖累第1名呢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這多好的機會！讓我們自己聊聊吧，這離我家也近，你們快點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們先走吧。哎，你不走？這是我們隊的事兒，我當然得在。行，走吧，咱們走吧。
你们也是真有想法，找我当队友是真找不到人了呀。是的。好。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，你要临时找2个队友，应该也很难吧？我又不要名次，随便找2个人好了。谁会陪你1轮游啊？找了我，你们就是1轮游了。哎呀，别没苦硬吃了，你们还是找別人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拿个第1名给你媽交差？我？你既然都報名了，初賽就被淘汰，你不覺得很可惜嗎？那怎麼辦啊？我就這點實力啊。你一個人當然不行，但是和林之夏組隊，拿個第1名不是一點可能都沒有，是吧？是的。現在離初賽還有一段時間，我可以制定突擊計劃。突擊計劃？段啟言不就是這麼被擊垮的嗎？段啟言不行，不代表你不行啊。他是愛玩一些，可是他成績還是挺好的。他以前的外號可是師範附小第1戰神。你也是憑自己的實力考上實驗班的，不要小看自己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拿了競賽第1名，會發生什麼？如果我拿了第1名，我媽應該會給我買最新款的手機，然後請我吃一頓大餐，說不定就不管我追星了。包在我身上，我會拼盡全力帶隊拿第1的。怎麼樣？你願意跟我們成為隊友嗎？你真的願意跟我做隊友啊？我之前對你那麼兇，而且還給你起外號，管你叫仙人，你不在意？很多人都這麼叫我，我習慣了。那我先說好啊，我真的很差，如果出了問題，你們不能怪我。別囉嗦了，既然加入了，就堅定一點，朝着全省第1的目標。怎麼樣？2位隊友，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這個點，設 B 點等於 A 減 A1 加 A2 加 A3，然後聽，什麼事你聽懂了？聽懂了，這有什麼聽不懂的？講那麼多遍了。是講了很多遍，我還是有點不明白。沒關係，多學幾遍。哎，這樣，我們可以去我家講，我家可以大聲說話。而且說不定我媽看到我這麼努力學習，一口氣把我的寶貝專輯還給我了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我好久沒聽他歌了。行，收東西吧。那我把這題寫完，兩位都。我們在門口等你。好。哎，湯婷婷跟着林之夏蹭競賽。運氣還不錯。湯婷婷全班倒數第1，沈富軒倒是還行。林之夏再強，他們的團隊也扶不上牆。哎，說的也沒錯啊。哎，我也好好學吧。
有事儿？看来你们对团队的概念很有见解。我倒很想知道，一个逃兵，一个千年老二，还有一个区区第7名，能搭配出什么样的效果？嘿，我去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不都了了吗？他怎么还那么说呀？这沈福轩，他那小嘴一抿，他都能把自己毒死。哎，林之夏，你怎么站着还学习？这道题还有一种更便捷的解法。啊，对，你让我休息会儿，我累了。那你回家再看。我去找一趟江玉白，上课的时候他问我来着。林之夏，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我知道，但江玉白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放心，竞赛的时候不会出一模一样的题目的。江玉白，沈福轩刚才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立场了吗？我一直知道。好，那我们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林之夏，而且我要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目標一致。我感覺你們倆好像燃燒起來了，好有鬥志啊！哦，對了，江玉白，你跟林之夏關係那麼好，萬一啊，咱要是把他們贏了，你們倆怎麼辦呀？一直以來我都想打敗林之夏，這次比賽是我們最好的機會。我現在心裡只有對手，沒有朋友。哎。一直以來我都想打敗林之夏，這次比賽是我們最好的機會。我現在心裡只有對手，沒有朋友。林之夏，走。走。咱们来看这道竞赛原题啊，绝热容器隔板分隔气體與真空，抽板氣體自由膨脹。林之夏，剛才老師講的那題，你能再給我講一下嗎？不好意思，剛才老師講什麼我沒聽。膨脹間距變大，勢能升高，動能減少，溫度下降。不要照搬課本的理想氣體情況，這是個考點，要注意一下啊。自由活動時間結束，大家過來集合。今天下課之前呢，我們來個趣味合作障礙賽，2人3組，我們可以鍛鍊自己的一個協調性和合作能力。現在開始自由搭配，自由組隊，但是我強調一個規則啊，是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進行組隊搭配。好，開始組隊吧。找誰去？哎，林之夏，找誰啊？我們倆一隊吧。好。
江一白，我们一队吧，走吧。我们2个组队吧。邹纯呢？我不是你们队友吗？把我当空气似的。来，凑合一下。谁？怎么了？感觉你心事重重的。我昨天听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只是对手，不是朋友。有了这个比赛，我们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其实那天组队之前，孔老师跟我说，你已经具备了提前上大学的能力，而我却不够资格。这句话确实觸動了我。這次比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機會，所以之前組隊的時候，我也刻意不跟你一組。我想全力以赴，不帶任何雜念的，跟你來一場純粹的較量。我也想看看努力了這麼久，跟你到底有多少差距。這個比賽對你這麼重要？對，非常重要。這是我在社交上遇到的又一次失敗。我突然在懷疑，曾經那些一起努力的約定，只是我個人的幻覺。原來必須要打敗的對手，才是江一白真正的驕傲。而朋友，不過是我自作多情的標籤。越
是一瞬时間。